Hello，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那么今天呢，继续给大伙带来咱们 Unity 线上赛的比赛啊。那么这一场呢是胜者组的第一轮，由我们的猫猫对阵秦羽。猫猫这边还是我们的冲连骑的 pick，相当于是一个冲的内战吧。秦羽呢是连撬冲啊，这边的话是半掉了连。打这么一个撬冲。我们知道撬冲在面对近距离女神的时候是有非常可观的压制力的啊，因为它的这个控制、它的后退手段都非常的丰富啊，会用这样稍微有点 lock 的风格呢击败我们的近战的对手。那么在面对像连旗这种中远的输出手段呢，可能就比较吃力了。那么看到这边的连旗选择了一手樱花护身符，可能也是看准了对手的这个红卡并不是非常丰富啊，所以想用这个樱花护身符来进行一个拉扯。由于这边的资源是非常的丰富啊，因为这边棋可以提供一些这个赚 AP 的手段，无论是樱吹雪，还是我们的守护灵士，还是四季轮回，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 AP 获取率啊。用这个樱花护身符呢，可以来抵挡一些处理不了的大刀。OK， 来到对局啊，我们这边的棋手也是还不错啊，拿到了这个指挥。指挥这张牌是可以直接扣下去的，或者说我们选到去用3T 去发都是 OK 的。OK， 直接选择一张不换啊，因为这3张牌都是可以让我们在前期去扣起来，去当 AP 干事儿的。那么对面是个冲撬呢，我们也没什么可选的，我们可以直接前进2就好了，可以防一手绝对零度。因为由于2T 打不打权力牌啊，我们都没有带权力牌啊，所以说这里具体是怎么分配我们的开局的集中力其实是无所谓的。这边没有绝对零度打，只能打一个射击了。打完射击呢，有这么2个虚，看看能不能把它收起来，并没有选择收虚。这边是抽到了精灵使圆月。我们如果想打快攻的话，就是把能扔的都扔了啊，能打的都打了。要是打控制的话，其实是可以留一手。这边在没有看清对面到底是个主撬的构筑还是主冲的构筑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轻举妄动比较好。OK， 这边打出圆月啊，继续把这个庄压一压。对手作为一个冲撬的话，这个叠庄手段还是比较有限。那么这边撬可以用绝对零度稍微叠一叠庄，但是说在没有动的情况下，绝对零度也只能是叠1庄。所以说这回合如果把对面的庄打干净的话，对面是需要大量的 AP 去进行状态回复的。选择一个6具寒雪，还是要以叠庄为主啊。这边的话，因为下一抽的话会有黑波这种东西存在，所以说庄肯定是要叠满的。把这个牌打完，留了一手没有打，那这边吃黑波的话，就把手牌交了，还不如把手牌扣了当 AP 呢。哦，这边是留了一个是绝对零度，对应打出，也可以吧，没有差别。
差别就是我们绝对零度漏了啊，绝对零度漏了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对手可以在之后的进攻中不用再去防绝对零度了。如果刚才绝对零度是 cold 的话，那在进攻的时候还要想一下绝对零度的事。这边打出一个满装的32剑舞，这边要交护符吗？并没有选择交护符，这边交护符的话有点亏啊。打出一个冻僵。我们这边如果交了护符的话，下轮的话就是一个2手牌的这么一个情况，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不如是留着。OK 呢，这边抽的很好啊，抽到了圆月和黑波，但是黑波这里不太配打出了，所以我们这边选择打出这个圆月和鹰吹雪是完全不错，完全 OK 的。这边2装的情况下，鹰吹雪肯定是血吃了，不然的话，冲鞘这边叠装效率太低了。我可以选择血吃后退啊，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选择吧。鹰吹雪这2个选项，基本上一个是装吃叫对手前进，要么是血吃叫自己后退。这样的话，鹰吹雪带来了1点的血差。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局应该是一个需要打长盘的这么一个对局了。冲鞘这边的话，它的带牌是比较偏控制。这边又是留了2手啊，留了2手就要吃黑波。你把剑舞抠掉，输出又少了，抓紧时间解冻，要不然对面要抽的双磁了。不是双磁，是冻僵啊。对面这个构筑里应该是没有带双磁的，用这个回燃去代替了双磁的这个 buff 效果。其实双磁这张牌是比较难用的这么一张牌，因为它只能 buff 我们第一次非王牌的攻击啊。这边也是为了这个护符啊，留下了守护灵士。同时呢，我们可以保证自己不满装，让对面的寒雪没法再起。不过这里如果抽到了冻僵的话，对面可以打出冻僵，然后去凑这个再起，因为冻僵是张这个绿卡嘛，我们也没法对他做些什么，没法用这个打消之类的。OK， 果然是抽到了冻僵。这边打出一张裸打一张寒雪，应该是来凑连火的。但是剑舞在外面，他能连火一张什么呢 ？OK， 回燃。OK， 回燃 buff 了一张血刃，这边的话是一个22血刃。这里的话，如果装吃会很难受，因为我们这边被冻僵了，没法去解冻。OK， 直接选择用护符去把这张血刃打掉。22血刃还是有点难受的。我们血吃的话就会血差落后，装吃的话就会亏很多 AP， 尤其是现在被回燃了之后，我们还没有集中力，非常的尴尬。OK， 又要重铸牌库了。比较难受的点是我们一直在奇数重铸，不是很爽。我们这边是被冻僵了，我们打守护灵士是肯定打不了的。这边抽到了指挥的话还是可以的，我觉得指挥是能打的，看看这边要不要打。OK， 果然是打出了指挥。这边的话，指挥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最基本的装压嘛。感觉这里要吃全力绝对零度了并没有全力，是不是绝对零度沉底了？这边射击完全可以装吃，因为伤害已经全漏了。
你手里呢，要么是个回旋刃，要么是个绝对零度。回旋刃的话，我们还可以对应这个守护灵士。这边是扣掉了最后一张手牌，进行一个前进。这边前进到2，并且留有2气，应该是准备刺骨双锋吗？为了一张守护灵士交刺骨双锋，是不是不太值当啊？由于现在的突击是通常外不可对啊，所以说刺骨双锋可以等着突击再说。但这张守护灵士打出去也不是很怕，刺骨双锋如果交了就交了。这边我们看到主视角的这个鼠标啊，也一直在那个气上面，它明显是注意到了刺骨双锋这张牌，也是觉得啊无所谓，可以换。这里要直接点回合结束嘛 ？OK， 选择了攒一波手牌。那么对手这里有可能最后一张是绝对零度呢，他可能会吃啊，果然我们这边吃焦躁抽出来。那这个状态吃一个绝对零度可不好受啊！是否要对应吗？我们就算对一个这个4级轮回也不是太能接受啊！对一个4级轮回要被冻3，简单的过一下牌吧，只能说。OK， 这里留哪个是很值得思考的，应该是留影之翅和这个鹰吹雪吧。哎，果然，因为这边影之翅是我们打牌的关键嘛，现在被卡在2局。鹰吹雪呢是给我们赚 AP 的这么一个得力助手，它的效果呢肯定是比这个圆月要好。并且我们要打圆月的话，也是要离脱再打的。我们这边虚不够去打圆月的杠2。OK， 这边的话把圆月滤掉，我们就能够有这个黑波就能上手。趁冻僵还没被抽到，我们赶紧去聚气，解冻。这边打出了影之翅的鹰吹雪。这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 combo， 因为此时呢，我们打出这个鹰吹雪，对方是很难选这个让对面前进的，也就是说不能让这个聚到我方庄啊。可是如果选了这个前进这个选项，我们影之翅效果消了之后，我们会在1距。那么对于鞘来说，在1距是一个什么事都干不了的距离，那么我们也就得到了这个解冻的机会。那么如果他要选择自己后退呢，那这边鹰吹雪吃完了，相当于掉了3庄，也是很难接受的一个结果。这张影之翅鹰吹雪是妙手啊，此时可能不得不要选择雪吃后退了。庄吃前进就意味着我们这2庄就白动了，就我们的输出可能会有很大的空档。那么在我们的血差落后的情况下，再给对手这么一个解冻喘息的机会，可能这把就已经走远了。果然，不太接受选前进这个选项啊，这边选择了血吃后退，还需要考虑一下吗？这边的话已经血吃了，如果再选前进的话，那不是更亏啊 ？OK， 这边血吃后退的之后呢，我们这边只能选择了集中力前进，也是非常赚啊。又点下了全力化，哎呦，这边抽的也是不错啊，直接全力化一个绝对零度。但是呢，我们这边手里有这个护身符啊，对手可能这个没有仔细的计算我们这边的手牌情况，因为这边牌库里是我们刚才换下去的突击嘛，所以护身符一定是在手上的。那这里绝对零度吃一个护身符。也就单卡2 AP 去叠吧，啊，都不是2 AP， 他要动3才能叠2，单卡1 AP， 有点亏，我们还亏了1击中，这里是打的不太好的地方啊。
那么我们又有解冻的机会了。这里在犹豫要不要解冻，因为这里解冻的话，相当于就是给对面多了一个格子去上洞。OK， 解冻完之后又再一次牺牲了一个手牌来把自己的庄叠满，其实是不错的选择。打出了一张回旋刃，虚伪的话要3气，我们并没有这个虚伪的空间，2庄吃掉。那么现在顶多是吃一个寒血冻僵嘛，而且对面还不一定抽得到冻僵。选择了离脱，那看来是抽到了，想打寒血。这里寒血冻僵吃完，下回合可能要吃回燃剑舞了，这是一个需要担心的事儿。尤其是这边气还不太够开虚伪，这个回燃剑舞要怎么办呢？对手是陷入了超级长考啊，这里应该是手里是张剑舞，所以才会这么长考。这里还有1AP， 在想要不要后退打剑舞。选择了结束回合。OK， 我们这边在3局的话没有翅膀是有点难受的，但是我们可以后退去打黑波。那么由于知道对手的手牌大概率是张剑舞啊，这张黑波肯定是可以去打的。打完了之后，我们就又能保住很多的状态。OK， 这边选择后退黑波。同样啊，这张黑波也是我们之前剩下来的啊，果然啊，手里是拿了张剑舞。我们在对局过程中是可以靠对手的一些反应来推断对手的手牌情况的。比如说刚才在长考，那么我们可以去想对面为什么会长考。这边的话要把庄叠满，防一手对手直接洗牌啊。没有洗牌，绝对零度在外面，冻僵剑舞全都在外面。打出一个射击，这里的射击的话，应该不太支持继续庄吃了。手里可能是个血刃，这里要庄吃的话就是赌对手不是血刃，因为手里的可能性也就是血刃和回燃2等1。血吃的话就是比较稳健，如果是血刃的话，我们还有血吃空间。那如果庄吃的话，就相当于亏了1洞。我们已经3洞了，已经不太接受再被上洞了。OK， 该解冻了。我们可以看到鹰吹雪在这种对局中是非常强力的这么一张牌，提供了大量的 AP。庄吃选前进，直接影着直接突击，难受住。OK， 这里刺骨双峰是交了。那刺骨双峰这张牌可能玩翘的人不多的话，你可能不太认识啊。它是2气，如果对方庄是满的话，则打消这次攻击；如果对方庄不满的话，则聚1到敌庄。它是一个前进康，这里突击把康骗完之后，这边优势就更大了。选择后退裸打绝对零度，凑连火。果然是
再裸打一个寒血，回燃，剑舞，直接一个虚伪对掉啊。那虚伪对完了，剑舞由4到5变成了5啊，所以说这刀就躲掉了。对手的集中力也是不太支持他再往后退这么一步啊，也是没有办法。那么此时有虚伪的帮助，我们抽到了冻僵的话，也是没法去打冻僵的。因为虚伪另外一个效果是让我们的物语牌钠减1，那么2钠的冻僵就会变成1钠，也就是说它只有这个战吼效果了，它没有这个控制你不让你聚气的这么一个效果。因此是大概率手里是拿了张冻僵的，这回合对于冲鞘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回合。我们这边连旗的话，下回合还是一个4手牌的爆发，并且呢有这个影之翅，也不怕对面去卡进。OK， 这边选择先忍一手，3装4血，想要接这一波爆发，拿了2手牌在手里，有点危险。那么这边打出黑波的话，肯定是不支持血吃的，我们只能装吃去交一张牌。果然是手里有个冻僵啊，上回合动不了。那么这边要考虑到下回合的问题，所以应该是要丢这张冻僵。OK， 继续是解冻，然后鹰吹雪。就和刚才的情况一样，此时的鹰吹雪呢，对方是很难吃的。2装，装吃的话怎么着都亏，只能血吃啊，只能血吃。血吃交了个前进。那么这边可以推算出对手剩下2张牌是什么，一张血刃，一张回旋刃，手里是一个射击，看这个指挥想不想打。在面对鞘的时候留更多的手牌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我们可以这个有更多可支配的集中力，就不那么怕动了。这里1的血刃直接血吃，凑气的同时呢，防止对手再动自己一装。这边可以考虑斩杀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知牌库里还有一张圆月啊，牌库里现在是突击、圆月和护符。那么4级轮回是亮着的，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4级轮回盖回去，然后把最后一张抽出来。如果圆月沉底的话，如果圆月没沉底，现在13虚，我们直接圆月砍下去，对手可能就结束了。那么圆月沉底了，我们就会抽到突击灵士，配合这张翅膀，拿突击把这个4级轮回再起，我们把圆月抽上来也结束了。所以说这是对手的最后一个回合，他如果斩不掉我们，游戏就结束。那么此时手里最后一张是射击，还有一张王牌没见过。那么最有可能的王牌是什么？灵石，或者说是凛冽冰雨啊。灵石是那个222这个装命铜翅，凛冽冰雨是23装翅的话动满啊。我们这边只能去装负来挣扎一下，但是在我们的主视角里已经是结束了，把牌抽完就赢了。OK， 这边抽到了圆月，应该是结束了。那要考虑一下对手还有没有对应了。那么现在唯一一个可以当做对应打出的是鞘的这个深渊啊。也是防了一手深渊，我们这边先离脱再开翅膀。那么此时13虚的圆月是会变成一个4到7啊，所以说在5的话是不怕这个深渊跳锯的。
OK， 这个圆月打下去是不是游戏结束了？OK，那么对手这里直接洗牌认输啊。那么本场比赛呢也是非常精彩的这么一个长盘的控制局啊。我们看到这边的樱花护符和樱吹雪在这种的对局中是非常的好用。那么猫猫 W 呢，也是因此进入到了我们的胜者组第2轮。那么接下来呢，我会继续跟进这个败者组的这么一个情况。OK， 那么我是R，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